今天是2026年的第一天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，阖家平安。新的一年是崭新的开始，当第一道曙光照亮台湾，无论过去多么充满挑战，我们都怀抱希望，勇往直前。过去一年，世界局势充满震荡。全球经贸秩序变动，国际冲突加剧，中国扩张的野心持续升高。我们也经历了几场天灾和令人痛心的社会事件，考验着我们的社会韧性、危机意识和全民团结。不过，面对这些考验，台湾人民没有被击倒，反而稳健地缔造了许多令人惊叹的成就。过去一年，我们的经济成长率创下15年来新高，预估将达到7.37%，而台股指数更是在多变的经贸环境下，屡屡写下新的纪录，失业率平均约3%。就业情况是25年来最好。我们帮军公教加薪，也连续10年调升劳工基本工资，将月薪从2016年的2万08元调涨至今年的29500元，并带动企业为员工加薪，让经济成长的果实为全民所共享。除了经济的亮眼表现，我们的福卫8号齐柏林卫星已在太空中运行，桃园机场第3航厦北廊厅启用，也象征台湾已崭新门面，拥抱世界。我们的海巡多艘国造的巡防舰也交舰成军，在海上守护国人安全。而历经40年等待的国际级建设淡江大桥，终于也完成主桥段合龙，今年就要全线通车。不仅打通北部重要交通枢纽，也让台湾再次以国际级的建设跃上世界舞台。从海洋到天空，从家门到国门，我们用行动证明，只要坚定、团结，没有台湾人到不了的地方，也没有无法达成的成就。这些亮眼的成绩属于每一位台湾人民。我也没有忘记，追求发展之外，我们更要落实照顾、投资未来。国人的健康始终是我从行医到从政的使命。因此，我们推动健康台湾生根计划，也成立了100亿规模的癌症新药基金。去年，我们更提早5年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C型肝炎的目标，这也是国际有目共睹的公卫成就。我们更成立运动部，投入超过248亿预算，让国家成为选手的后盾，也厚植全民运动、竞技运动以及职业运动，让国人更健康，国家更强，世界拥抱台湾。而政府推动的青年100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，也已扶持许多优秀的台湾青年到世界各地追梦，让台湾在世界上发光发热。过去1年，即使挑战不断，我们都逐一克服了。我们没有因为国际局势动荡踌躇不前，更没有因为时局纷扰而固步自封。新的一年，我们要继续大步向前走，达成4个总目标。第一，我们要打造更安全、坚韧的台湾，
面对中国持续升高的扩张野心，国际都在关注台湾人有没有自我防卫的决心。作为总统，我的态度一直都很清楚，就是坚定捍卫国家主权，强化国防及全社会防卫韧性，全面建构有效的嚇阻力量以及民主防卫机制。去年，我们已经宣布启动反渗透17项国安策略，加速推动国安10法修法，并透过8年1.25兆国防特别预算投资，全面提升战力，壮大国防产业，强化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。今年我们要一一来执行。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也要再次呼吁，面对中国严峻的军事野心，台湾没有时间等待，更没有时间内耗。我们可以对许多议题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没有强韧的国防，就不会有国家，更不会有我们彼此争辩的空间。这应该是要不分党派的全民共识，期盼朝野携手合作，顺利让重要的国防预算赶紧通过。第二，我们要迈向智慧繁荣的台湾。目前，我们的银行、保险与证券3行业总资产已经突破130兆元，10年成长近70%。政府正在推动台湾成为亚洲资产管理中心，要让人才、资金深耕台湾，吸引国际资金，精准布局国际市场，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。同时，我们也已启动 AI 新10大建设、生技医疗以及国防产业等多重引擎，并协助中小微企业在转型中持续维持竞争力，打造富国群山，确保台湾在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。第三，我们要建构更均衡发展的台湾。我们追求世代的均衡，不只要照顾长辈，也要照顾年轻人。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动长照3.0，以及高中职全面免学费、私立大专校院学生学杂费补助，还有缓解青年压力的租金补贴和社会住宅。今年起，我们更将实施婚育宅，落实囤房税2.0，引导空屋释出，让年轻人住得起，也住得好。未来我们将根据青年基本法，进一步协助年轻人走得更稳。2，我们追求城乡的均衡，不只要透过产业、医疗、社宅，也要透过交通、铁道建设，包括高铁延伸、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，带动城乡均衡发展，让年轻人找到回乡发展的机会。也要坚持财政均衡，不该加剧城乡落差，资源分配更应该合理规划。所以，针对财政收支划分法所衍生的争议，朝野应该再透过通盘检讨及讨论，推动顾及各层面、各世代、各级政府的全面性财政改革，协助地方稳定财政纪律，也同时让中央发挥协助地方发展的政策力量。3，我们追求所得分配的均衡，透过加薪、减税以及社会福利，来降低所得差距，改善分配不均，让社会公平稳定。明年起，单身租屋族年收入64.4万元以下，双薪租屋家庭年收入110.8万元以下，4口之家租屋有一对6岁以下小孩，年收入168.5万元以下，皆不必缴税。社会福利政策方面，
前年行政院已开始推动的身心障碍照顾服务资源部件计划，规划5年投入经费超过480亿元，以及今年将上路的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2.0，预计5年投入819.6亿元。而上个月，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，行政院院会已经通过修正草案，进一步落实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。这显示出社会安全体系越来越健全，可以提供民众更多支持与服务。而从今天开始，每胎可领取社会保险生育给付，加计生育补助，合计10万元。从这个月开始，连续13个月，低收户每人每月加发1000元，中低收入户每人每月加发750元。希望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尽速审议，让这些护国利民的政策能够顺利推动。未来，我们将持续扩大社会投资，打造公益、和谐、永续的社会。第四，我们要促成民主团结的台湾。过去1年，许多护国利民的法案，因为政治杯葛被严重延宕，更有许多有违宪之余的法案被强行通过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民主的真谛在于，即便有不同的意见，大家都愿意遵守宪法，以宪政秩序为最大公约数。宪法着重权力分立，相互制衡。宪法也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。倘若宪政体制不被遵守，单一权力无限扩张，受苦的都是人民，被毁弃的则是国家。我要感谢宪法法庭秉持专业与道德勇气，做出符合宪法和人民期待的决定，让宪法法庭恢复运作，保障人民权益。今天天亮的时候，我相信许多的人心情都一样，期待在这个崭新的开始，2025的僵局不会延续到2026，攸关国家的生存发展的建设不会再因杯葛而停滞。身为总统，我会积极行动，促成朝野合作。我也要重申，只要有助于化解对立、凝聚共识，我愿意在宪法增修条文第4条第3项，以及宪法法庭113年宪判字第9号所揭示的合宪方式下，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。我由衷期盼，新的1年，朝野能够共同努力，让国家团结一致，一起面对内外部挑战，开创新局。各位亲爱的国人同胞，2026年是台湾总统直接民选30周年，对于台湾非常关键。我们已经奠定非常好的基础，除了经济有举世称羡的亮眼成绩，国际企业也持续加码投资，全世界都看好台湾。同时，国际对台湾的支持从未间断，不止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欧盟等多国都纷纷展现对台湾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。近期，美国宣布史上最大的对台军售案，和美国国家战略报告所提到的台湾的重要性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台湾已不只是不可或缺，更是国际社会中值得信赖、负责任的良善力量。各位国人同胞，我们没有时间等待，没有时间蹉跎，国家必须大步向前走，也绝不能走回头路。民主给我们彼此争辩，不同意彼此的权利，但倘若没有国家，这样的自由和权利都不存在。
我是民选总统，肩负全民托付，我会竭尽一切保护国家，并且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。我们不会因为政治僵局而裹足不前，相反的，我们会怀抱希望，积极行动，即便要迎风顶浪，也要昂首阔步，带领国家继续向前。最后，我想感谢这段时间每一个岗位上守护国人安全的国军、海巡、警察、消防和医护弟兄姐妹，以及台湾所有的志工超人们，还有在他们背后扶持他们的家人朋友们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！你们的付出让国人更安全，你们的无私印证了台湾人是携手扶持彼此的命运共同体。无论怎么样的考验，我们都能一一克服；无论何种挑战，我们都能携手共进，写下台湾奇迹。也感谢今天主办元旦升旗典礼的4大医事团体，以及所有带来精彩表演的伙伴。新的一年，我们一起大步向前走，天佑台湾，扶庇每一个国家主人。谢谢大家。